心点啊！叫妈妈。妈妈，回来啦！哎，快去洗手，准备吃饭。来，妈，谢谢你了，还麻烦你去接彤彤。嗨，有什么麻烦的？这要不是曲和天天能带彤彤回来，我早一溜跑着去接他了。哎，曲和今天怎么回事啊？我到了幼儿园才知道他今天请假了。哦，等他回来，他自己会告诉你的吧？啊，饭菜都做好了，准备吃饭吧。哎，走，好。嚯，这么丰盛啊！哎，吃饭我们不等曲和啊？哦，曲和今天晚上可能会晚点回来。哦，来，吃块红烧肉。那行，那就不等他，咱们吃咱们的。哎，你这个红烧肉的做法跟我不太一样哈。这是我们老家的做法，你尝尝，跟你做的肯定是会有点不太一样的。啊，好，妈，这段时间感谢你对我和彤彤的照顾，谢谢你啊。我在这儿这么长时间也没好好给你做顿饭，我心里其实挺内疚的。哎呦，今儿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说起这种话来了？妈妈，我洗完手了。哎呦，宝贝儿，快坐。问问奶奶爱吃什么菜，你给奶奶夹菜。好嘞，直接给奶奶夹红烧肉了。好嘞，真是个孝顺的好孩子，都学会给奶奶夹菜了。来，你也吃，多吃菜，快快地长身体。谢谢奶奶。哎，你说彤彤这孩子，我还真是喜欢。小夏，我呢，不是封建迷信啊，但是我就觉得吧，你跟曲和还是得有一个自己的孩子。这不管男孩女孩，我都喜欢，毕竟是自己的，是吧？好好吃，吃吧。一会儿吃完饭，有点事儿，我想跟你说。好啊，你先吃饭。来，你多吃点。行，我这儿有。1、2、1。钟哥，没有这样的，哪有逼着搬家的？你说我那房子住了不在2月，行李有的都没打开呢。那不更好吗？搬家方便了，省得你收拾呀。钟哥，咱商量商量。实在不行这么着，你第1月房租我出。那不是房租的事儿，那房子我好不容易找着，再说就这2天，你让我上哪租房子去？哥们儿，大老爷们儿住哪儿不住啊？在酒吧凑合2天就会死啊你！谁让你搬我们小区呢？合着该着就帮钟哥租的。哥们儿，就当帮我忙成不成啊？亏待不了你。你新搬家所有钱我出成不成？再不济你前3月房租我掏。磨磨唧唧的，怎么着你？好好算算，亏待不了你。你都这么说了，我能说不行吗？不行，就知道你够意思。这钥匙我先拿走了啊。他来干嘛？抢房子呗，简直就是红胡子。抢房子？你说什么？夏白露，你再给我说一遍。之前你说怀孕是假的，现在连结婚也是假的，啊？是吗？对不起妈，别叫我妈，我不是你妈。太过分了你，夏白露，你太过分了你！你还有什么事儿是真的？还有什么事儿真的？对不起，太过分了！
怎么了？我在门口就听见你们大声的吵吵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把咱俩的事儿告诉你妈了。什么？那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呀？不能再拖了，崔瑶的肚子也会一天天变大，还要拖到什么时候呀？房子我已经找到了，我跟彤彤会尽快搬出去的。你一定要这样吗？我知道崔瑶的事情让你很难受，可我何尝不是这样？我今天在他们家楼下站了3个多小时，可我就是没勇气上去。虽然我们是假结婚，但我心里很清楚，我爱的人是你。可崔瑶肚子里的孩子又是我的，我又不能当做不知道。所以我不能让那个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爸爸。我真的不是生气，也不是吃醋，就因为我了解你现在的处境，所以我就先搬出去吧。你先别急着做决定，我现在脑子特别乱，但我知道这件事情一定有办法去解决。你再给我点时间，好吗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一定要分开，可以有多一点时间想一想，我们之后到底该怎么办，对吗？我先回房间了。去看看你妈吧，帮我跟她说声对不起。祝贺！啊，咱们好好的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啊！经过多方努力，咱们南城物流行业协会今天就算正式挂牌成立了啊！协会，顾名思义，就需要得到大家的互相协助。今天我在这儿就宣布，凡是咱们协会的会员，每天运不完的货、发不到的货，都可以用我的车。我就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，咱们一起把咱们的协会建造成一个更完善、更高效、更加团结的集体。陆总，他们这是拉帮结派，想在这儿一手遮天呢。他倒想呢，可能吗？我还真就不信他。不过陆总啊，要是这么一来的话，来咱这儿停车的人不就多了？咱停车费不就涨上去了吗？我说你缺心眼儿啊！那几个停车费能跟干物流比吗？他这是明摆着不让咱们干物流。再者说了，他现在能拉着一帮人跟他干，明儿他就能拉着一帮人给咱们停车场找事儿。不至于吧，陆总？这么多年也没见他跟咱们抢停车场的生意啊。那时候他是一个人，
现在他是一帮人，成立个破协会，得想招啊，把他给拆散喽。黄配绿小醉花，你怎么不把你老道床单穿在身上？高领衫配喇叭裤，你以为在上面戳几颗洞就变时尚了吗？这更离谱，法兰绒长裙，你是古装美剧看多了是吧？我花那么多钱请你们来，就是搞笑是吧？设计是需要创意的，你们懂吗？午餐已经买好了。我可是收了定金哦，明天下午3点必须得画出样稿。还出来这边干嘛？快去干活啊！去啊！小白鹿，你在干嘛呢？我正帮你看房子呢。哦，知道了，谢谢啊。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我相信我的前途并不佳，只有你才是我梦想，只有你才是我牵挂。文忠，赶紧过来吃饭吧。对不起，我的办公室很忙。讨厌，我都到我家看见你了，赶紧过来吃饭吧。哦，看得见我呀。哎呀，文忠，快过来吃饭啊！爸爸，你陪我玩一会儿吧。哦，彤彤真乖，要干嘛？爸，我要看电视。好嘞。哎，这小子搬家搬得挺干净啊。对，这要放一个60寸的电视，这要放一个大沙发。那儿放一个绿植，旁边放一个台灯。我上厕所的时候不害怕了。爸，有了这个台灯以后，我上厕所都不害怕了。爸爸帅不帅？爸，你好帅好帅！谁叫你爸爸哦？钟哥声音听不出来啊。今儿下午有空吗？问一下公司里边那个哪辆车方便啊？跟我去趟家具城。听出我高兴了，听出我高兴赶紧的啊！下白鹿啊，下白鹿，这个房子多棒啊！太棒了，这是我们自己的家呀！下白鹿。妈，你吃点东西吧。你从昨天晚上到今天连口水都没喝呢。我知道你生气，可你生气也不能不吃东西啊。妈，我给你做了一碗面，你尝尝好不好吃？你吃完了想怎么骂我都行啊。妈。妈，你要是再不开门，我可进去了啊！要我说呀，你也别太着急。孩子大了有他们自己的想法，是吧？不能事事处处都听我们的呀。你瞪我也这么说。现在的孩子跟咱们那时候不一样了。咱们那个时候要有谁家孩子不听话传出去了，那就是不孝之子。
当初咱俩倒是听家里的了，那结果如何呢？是，孩子是你10月怀胎生出来，这没错。可是不能因为这个你都什么事都管着他吧？他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，各自有各自的活法。如果你要事事处处都管着他呀，那两家谁都生活不好。我就是生气，他俩合着伙骗我。你说曲和，从小啊，他是脾气拧点儿，但他很少骗我。他现在居然合着一个外人这么骗我，你说？哎呀，我反复琢磨呀，是我哪儿做错了？我把这么好的一个孩子逼着跟着别人一起骗我，这么大一个事儿，跟我撒这么大一个弥天大谎。那你还等什么呀？赶紧找时间跟孩子好好聊聊啊！这不是想不出来怎么聊吗？才躲出来的吗？这可不像你了啊！你还记着咱们厂那时候给你起的什么外号吗？叫安辣子啊！你怕过谁呀？说一不二的。哪有啊？当然有了。孩子是你亲生的啊，母子连心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你能躲他一辈子吗？你说的对。哎呦，哎，怎么了这是？没事，有点不舒服。哎呦，那赶紧咱回去吧，那么冷。哎呦哎呦，哎，别摔着！哎呦，老赵！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警察同志！哎呦，老赵！哎。瑶瑶，哎，你在干嘛呢？妈，你看我这肚子和大腿，是不是胖了呀？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再过几个礼拜，你这肚子就更明显了，而且这腿啊、腰啊，还有脸，都得胖一点儿。不过还好了，你本来就挺瘦的。哎，你说这怀孕还挺辛苦的啊。那当然了。哎，你说怪不得现在好多女的生完孩子都得抑郁症了。是啊，人家都说一孕傻3年，一生丑5载。哎呀，这女人啊，只要当了妈，真的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哎，妈，谢谢你生下我，辛苦了啊。妈妈不辛苦，但是妈也不想让你辛苦。瑶瑶，你跟曲和真的没可能啊。妈，你怎么又说这个呀？你不知道一个女人带着孩子有多么的不容易。哎，行，咱就说，不跟曲和。那个卢学亮，我觉得他对你也挺不错的。哎，妈，你看看，我一说你就急。好啊，你现在也大了，我也管不了你了，不说了。但是有一点啊，只要妈妈还活着，妈就不想让你受苦。妈，你跟我爸都还年轻呢，你干嘛说这个呀？看你，这马上要当妈的人了，还撒娇呢。好了好了，哎，快趁热把汤喝了吧啊！听话。Yes sir。快喝了吧啊！喂，翠瑶，我们聊聊吧，我在你家楼下。哦，那你就到我们家附近那个咖啡厅等我吧。好。大夫，他怎么样了？癌细胞扩散的厉害，这次昏迷还只是刚刚开始。啊？癌细胞？他的胰腺癌已经第3期了，你不知道？病人刚刚清醒，你可以进去看看他，但不能让他说太多话，
他需要休息。你这脸色，这比我还难看呀！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？怎么，大夫都跟你说了？你说你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跟我说呀？老头了，身体难免有点毛病，有什么可说的？这是毛病吗？这是大事儿。我已经很满足了，能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再次遇见你，真的很高兴。算是老天爷可怜我，临了圆了我一个梦啊！不爱听啊，什么临了临了的，别瞎说。年轻的时候是我不好，没有勇气和你在一起。哎呀，本想这次我们再见，能够再次好好的生活在一起。可是，你看我这个病啊，真的不想再拖累你了。不行，算了，以后你别来了好吗？赵树海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说在一起就在一起，你说算了就算了呀？你把我往哪放啊你？给我好好治，听见没有？不许放弃。来了。给你点了一杯橙汁。他们说孕妇不能喝咖啡。谢谢。听说你找过陆学亮了？对不起。其实严格意义上讲，你也没有错怪我。陆学亮之所以这么做，也都是因为我，所以你也不需要跟我道歉。我说对不起，不是因为这件事情，是我不应该怀疑你，怀疑我们的孩子。真的对不起。也不怪你，毕竟我们分开那么久嘛。其实我也是回美国才知道我怀孕的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跟你说有什么用啊？我们都离婚了。离婚又怎么样？离婚了，我也是孩子的爸爸呀。我不跟你说，我就怕你像现在这样。我不想让你觉得你像欠了我的，我也不想拿孩子来拴住你。我还没那么可怜吧？但是你现在已经让我变成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和一个不称职的爸爸，你知道吗？我承认一开始是我自私，我跟你道歉。但是曲禾，这个孩子是一个意外，我刚知道的时候也是手足无措的。所以你回国是因为孩子？他们怎么可能让一个单亲妈妈负责海外那么重要的业务？他们需要的
是一个能够全副身心投入工作的一个女金刚。你舍得？舍不得，但我更舍不得自己的孩子。我早知道会是这样一个结果。当初，如果当初你知道我怀了孕，结果是会不一样吗？算了，你什么也别说了。也许现在我还不能答应你什么，也许之后我们的结果也不会有所改变，但是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对你和孩子负责的。负责？你怎么负责啊？算了吧，菊花，你别勉强自己了。我跟我的孩子都不需要你负责，更不需要你的怜悯。不过也请你放心，我们两个虽然离了婚，但这孩子身上毕竟还流着你的血。只要你愿意，我不会让他不认你。至于其他的，我们两个人心里都有数，我们回不到过去了。崔瑶，什么都不需要再说了。你今天找我来，不就是想要一个答案吗？我觉得现在这样是对咱们俩最好的方式，也许也是对孩子最好的方式。你刚刚说，这家具、电器，这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能一块租给我，是吗？当然，完全符合你的想象吧？这采光和视线都很好，哎。当然。哎，这房子得多少钱一个月？猜。我不敢猜。不行，我觉得这房子肯定太贵了，我租不起。2000一个月，1月一交还交不起啊2000一个月？哦，真的假的？不信吧？我也不信，可这就事实。这房子是我哥们儿租的，租好几年了，房东出国了，房租一直就没涨。前2天我听说他也要出国，我立马就把这个房子给扣下来了。这小区、这地段、这装修，绝对超值吧？洪忠，你别骗我了，怎么可能呢？这么好的房子怎么可能这么便宜呢？哎，夏白露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是你求着我帮你找房子，我找这么好一房子，你没谢谢我就算了，你还那么多问题。我跟你说，你别老那么自我感觉良好。我这次不看你面子，我看彤彤面子。要没彤彤，我还不给你找房子。哎，行了，你别生我的气了。我就是觉得，这房子好是好，我也喜欢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我觉得这儿离曲和家有点近。这我还真没办法，咱不时间紧任务急吗？我只能找到这儿了。我觉得这小区挺好的呀，离彤彤幼儿园也近，你上班也不远。我知道你能吃苦，你不能让孩子跟着你吃苦啊。我实话跟你说，我怕我哥们儿反悔，定金都交了。啊？哎呀，洪忠，你怎么又自作主张呀？我都还没想好呢。那怎么着吧？这房子住不住？哎，不说话就默认了啊！我赶紧找我哥们儿签合同去了。哎，夏白露，我时不时来你这儿蹭饭，不能关门啊！我。妈，你去哪儿了？急死我了！
急什么呀？在家里待着闷，随便出去走走。怎么了这是？妈，对不起。行啦，该说的下白路都已经跟我说过了，不怪你，啊，是妈妈不好，妈妈不应该逼着你说这些谎话。哎呀，都是我的错。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不是，你要是生气，你打我骂我都行，你别憋在心里，行不行？我说的不是气话。你说你来北京这10几年了，学习、工作、恋爱、结婚，你都已经长大了。可是我呢，一直还把你当没长大的孩子，什么都想插一脚。你们年轻人那些事儿，我哪懂啊？妈，你别说了，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太自私了。我做事只考虑我的感受，没有考虑你的感受。对不起。我说的真不是气话，我说的都是大实话。你想啊，把所有的精力都拿来照顾你爸。我现在也想明白了，我对你太多的牵挂，其实给了你很大的压力。你说你有压力不开心，你不开心我也不愉快，是不是？我这2天想明白一件事儿，我觉得呢，你有你的生活，我也应该有我自己的生活。妈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别告诉我你要回老家，说什么我也不会让你回去的。我要回也不能现在走啊，翠瑶那儿怀着孕呢，我怎么也得等她孩子生下来了再说呀。不过，就是以后妈妈这心里就不止你一个人了。妈，行了，你也别瞎猜，我直说了吧，就是那个赵叔叔，上次你见过的那个。哦。我跟你赵叔叔呢，错过的时间太长了，可是没想到又让我们遇见了，所以我觉得这是缘分。呵呵，你不会反对吧？我替你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妈，说实话，爸走了这么多年了，其实我一直都想让你再找一个，但又怕你多心。你能这样想，我真是为您高兴。妈妈最后再啰嗦一次，行吗？就是夏白洛和崔瑶，这事儿你可都得想好了，必须处理好，要不然对双方都是伤害。儿子，这伤害最深的是你，知道吗？我明白。别那么磨叽了，我还能坑你啊！再说房子又不是你的，二房东看那么仔细干嘛？赶紧签啊！不对呀，春哥，我那个房租是6000，这怎么才2000？知道，4000块钱单独补你。这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还怕我红中欠你钱啊？赶紧签啊！缺什么呢？红中，你愿意吃亏那是你的事儿，你别坑我的人行吗？没坑你的人，这事儿能不管吗？他现在在我这工作就是我的人，我怎么能不管呢？诚心是吗，苏一菲？你那么愿意乐于助人，有本事让他住你们家去啊！
你占着我们的便宜送你的人情，你怎么想的呀你？崔培，我知道你会为我好，咱别闹成不成？这样闹没必要。签。不能签。签。不能签。有本事你给他买房子住啊！有本事你拿着钻戒跟他求婚啊！有本事你让他儿子跟着你姓洪啊！你不就是这么想的吗？这破房子我不要了！我告诉你哈，绝对不能签，听到了吗？赶紧给我签。不能签。签。我说话你听不懂是不是？我说话你听不懂吗你？签。4000块钱少不了你的，哥们儿。收拾的差不多了吧？本来就没什么东西啊。明天我送你吧。不用了。怎么？你怕我知道你搬到哪儿去住了？放心吧，我不会缠着你的。其实我住的地方离这儿很近，还是在这个小区。没准之后随时都会碰见。那你干嘛要搬出去呢？咱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我见过崔阳了，孩子我会负责，可我和他是真的不可能了。别这么说，一个女人自己带着孩子是什么感觉，我心里比谁都清楚。崔瑶她再坚强，她也还是个女人，所以负责这样的话，不要随便说，因为她不像你说的这么简单。你就专门为别人考虑，那你有考虑过我们两人的感受和感情吗？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本来就会有很多的不得已，我们也不能只为自己活着吧。再说了，这个世界上不称职的爸爸，有贺武周一个就够了。我希望你是一个好爸爸。真好看，彤彤，以后要听妈妈的话啊。妈，阿姨，你别说，虽然在这儿待的时间短，说要走了，我还真有点舍不得。彤彤，奶奶这么疼你，亲亲奶奶吧。亲亲亲亲，真好。那一会儿我们就先走了。小夏，你说事情怎么会弄成这样？以前呢，老盼着崔瑶给我生个大胖孙子，现在崔瑶真的能给我生个大胖孙子了，可是我的这个孙子要跟你走了。
彤彤，奶奶还给你买了玩具呢，走，回奶奶屋给你拿。再跟他待一会儿吧。您要想彤彤，我随时都可以带她回来的。